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5-19。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爱。”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感谢神的话语。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一两句歌就突然间就缠在你这个脑子里面啊，莫名其妙，哼哼哼哼哼哼，一两天挥之不去。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老是有这么几句就跳出来而且是挺俗气的这个流行歌等一下我们慢慢说，我们先来祷告求我们的天父安静我们，帮助我们从圣经得到益处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世间事不见得事事黑白分明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这算是条汉子凶巴巴一群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呢，他二话不说，拔出刀来，当着罗马兵的面，朝着大祭司的手下照头一刀罗马兵当时是虎狼之师雄冠天下。大祭司呢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彼得这一刀砍下去，就摆明了要造反他以前对耶稣说过，说有我在看谁敢动你一指头他倒是敢说敢当这个刀子上来就照头砍很刚猛很凶悍大有鱼死网破的架势。耶稣转头对他说：“你把刀子收起来你撒什么野真要打架我缺帮手于是乎彼得眼睁睁看着他的良师益友给拿办其他的门徒大难临头各奔东西树倒猢狲散，他不死心，和另外一个门徒呢就跟着这个缉捕队一路就跟着进了机关大院还敢和这些差役坐在一块儿装模作样的烤火，这个胆子就大到这种程度。有时候要逃跑他舍不得劫法场说实话也不见得真有那本事结果就看见耶稣大势已去，给定了死罪彻底没指望了。正在彷徨无奈之际让一个使女给认出来了，说你好像是和耶稣一伙的。他说一股豪横劲儿早没影了，心也虚了，拔刀砍人的胆气也泄了对这个小姑娘指天画地的发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一连发了3次誓，不光是发誓，最后竟然还发咒我要是认得那个人，让我不得好死那么这个时候天蒙蒙亮，有鸡叫他猛然间就想起来说耶稣有言在先，说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之前你要3次不认我。这个心里面就很不是个滋味，就跑出去了眼泪掉下来了。那今天这段经文说的是耶稣被钉死3天后复活向门徒们显现又一次见到耶稣，而且是复活后的耶稣。门徒们从惊诧莫名到欢喜赞叹自不必说。但是从这个福音书的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耶稣和门徒们再次相见，几乎看不到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戏剧化的
抱头痛哭啊、嘘寒问暖的场面，看不到。不高兴呢也高兴，好像反而是生分了许多。都不大说话，门徒们唯唯诺诺，有些事情呢想问又不敢问，言语间那个气氛说实话有点沉闷，完全不像是耶稣受难之前门徒们七嘴八舌的热闹劲儿。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真实的人之常情往往越是在恍如隔世的时候，人的神经和情感越是麻木的。那么彼得和耶稣这个时候呢，是历经沧海桑田的生死之交，但是中间模模糊糊隔着一层。耶稣一直跟彼得也不提3次不认的事情，他不提，彼得也不说，这个疙瘩就存在心里面彼此有数，但就是不提一直等到耶稣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了，准备升天。我们是使徒信经，每次都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在这个节骨眼儿准备离开了，突然间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一连问了3遍，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最后甚至都忧愁说：“你怎么还问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并不问说：“你还记得你这个鸡叫前你3次不认我，你发的誓吗？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说过话算话吗？”不问，一概不问，就追问一个事情：你爱我吗？两人从当年耶稣在海边第一次碰到彼得，到彼得跟随耶稣，在遇见复活后的耶稣，从相识相知、背叛再相知，这时候耶稣要走了，就问一句话，而且反复一句话：你爱我吗？你这3句问就直接戳到根子上，什么我原谅你，你不要介意，一概不说，也不问当初现在将来，就问一个：你爱我吗？连问3遍。这圣经里面说人和上帝的关系好比是男女生发的爱情，爱情这个东西没有逻辑可言，没有理由可言我见过几个女生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这个性格上以我来看，说句刻薄话，不喜欢真的是不喜欢。但是人家有男朋友相貌堂堂爱的腻腻歪歪，最后还结婚生孩子这就叫什么？各花入各眼，没法说。圣经里面上帝就好像一个痴心汉，人有什么可爱的？那不但不可爱，还不值得爱。旧约里面有个先知叫何西阿上帝说你去找一个品行不端的淫妇，娶她做老婆，连她和外面不3不4的男人生的孩子都收来放在你家归你养。这个女人和他又接二连三生了孩子家里面一堆这个同母异父的孩子就这样，这个女人还是这个描眉画眼的出去勾勾搭搭。上帝还不许和西阿离婚，你得继续过下去。上帝说：“我让你体会体会，这个以色列就像个妓女娼妇，家里什么都有也关不住，一枝红杏我就是要出墙来，我给他点苦头吃吃。但是反过来还是爱他。上帝说：我爱上这个以色列，我就像是爱上一个妓女娼妇，没有逻辑理由可言这是无条件、无逻辑、无理由的爱。当然你也不能说是无条件、无逻辑、无理由唯一的这个条件、逻辑、理由，我们是上帝照自己形象造和父母爱孩子完全一样，不需要这个孩子你说你达成什么目标，因为这个孩子有特别的优点，因此而可爱就算是个赖里头拖着大鼻涕的小混蛋，他爸妈照样拿着当心肝宝贝。所谓天性，
天生上帝赋予人的这种性格，就从他来啊，一直到我的小时候，社会上流传东北二王的故事啊，这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兄弟俩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啊，中学教师，两个儿子杀了人回家不到5分钟就跑了，跑之前随手抓了他爸爸一块手表戴上，他爸爸就因为这块表判了7年。你2个孩子是杀人恶魔，你怎么不大义灭亲呢？你怎么还给他手表呢？没办法，这是父母的天性啊！当然你不要误会上帝啊，包庇纵容人的恶行，他的爱是要管教的。圣经只告诉我们上帝爱人，什么理由没说啊，以至于这个旧约的诗篇里面啊，这个诗人大惑不解，求问上帝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稣这种连问3遍的姿态，就在彼得回答之前，耶稣的底线已经抛出来了。耶稣首先爱彼得，无论彼得怎么回答，你变卦不变卦，耶稣爱彼得。当爱一个人的时候，原谅不原谅，缺点还是优点，都不在话下。啊，我这里想起这个刘若英的一首歌，说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后来听到许多人翻唱，到了最好听的还是刘若英的原唱，她声音里面有一股泼辣放肆的劲儿啊，一股你不敢我敢豁出去的劲儿。要问问你敢不敢的前提啊，是我敢，我爱了。果然后面一句词儿是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基督徒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爱不爱耶稣，不是你爱不爱耶稣，而是你首先知不知道耶稣爱你。他先爱了你，爱到一个地步肯为你去死，其他一切问题在这个事实面前都可以放下。那彼得接连回答3遍，是的，是的，是的，你是知道，最后都忧愁了，你怎么还问？你是上帝，我爱不爱你，你不清楚吗？啊，就算我3次不认你，我是什么心肠，在那个时间、那个环境下，你也是知道的。我这就又想起一首歌，啊，这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啊，我们中国人说3思，问彼得你爱吗？一思不思，张口就说是的。爱那个字啊，想好了再说。爱不是脑子发热，爱不是轻率的决定。就像爱情，网络上为什么现在说这个调侃说秀恩爱死得快？你恩爱不是风花雪月，你当众亲个嘴儿照个相，黏黏糊糊酸不唧唧的，那就是爱，那不是爱。那个是浪漫的浪，你浪能浪几天？真正的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而且过得下去日子。凭一股血气说是的，我爱你，挺容易的事情。啊，彼得那么豪侠的一个人，圣经里面想当初他的原话是什么？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真到了那个场面上，发咒起誓的时候，我不认得这个人。耶稣，我爱你啊，这话容易说也容易唱。当这股血气磨损了，热情消耗了，我们提不提得起来爱的尽头啊？所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面还跟着2句：当爱情已经当爱情已经沧海桑田，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当彼得眼睁睁看着耶稣被拿办了，被挂在十字架上了，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当耶稣对彼得说：你看见我的下场了，你将来走的也是这条路，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根据教会历史的描述，在基督教遭受迫害的年代啊，彼得最后也被钉死，完全应验了耶稣的预言啊。他这个钉死的时候，他恳求啊，你把我这个头朝下钉死。
说这个我不配和耶稣同一个样子的死法。当然，彼得是彼得，我们是我们你说我们还不至于给定死。然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消磨中，我们对耶稣的爱呢，可能也爱，也不是不爱，就是好像没那么爱。邓丽君的老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是好歌，曲是好曲儿，软声软气的，唱到人心里面去。但是你细一琢磨你问的也怪傻的。我爱你有多深？回答的也滑头。月亮代表我的心，你自己看月亮去吧。当然你确实不好回答。你说爱你有几分？是有8分还是10分？怎么说你自己看月亮去吧。彼得就是这条路子，说你是主你是知道我爱你的。耶稣回答他3次，你牧养我的羊。这个爱不是看月亮，也不是嘴上你喊口号，得活出来。基督徒得把耶稣的爱和我们对耶稣的爱得活出来，得彰显出来。耶稣问彼得的3句话，其实是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耶稣问我们就一个事情：你爱我吗？我们得想好了回答，3思之后再回答。第1思你想明白是谁先爱谁；第2思你肯不肯接纳耶稣的爱；第3思才是愿不愿意去爱耶稣。这个爱你从哪里看出来？不是去看月亮，月亮代表耶稣的心，不是的，而是你看十字架，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是真的爱才做得出来的。基督徒如果爱耶稣，也不是说耶稣你看月亮了，而是要喂养他的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拣选的牧羊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拣选的牧羊人。所谓牧羊人，基督徒要干的事情倒不是端茶送水、鞍前马后。在澳洲绝大部分人，我们的生活安逸有保障，但是我们身边一定有人你转头看看，你身边一定有人，这个心里面不对，缺了东西在焦虑，在悲伤在等着你把耶稣的爱去传给他。这个叫做喂养耶稣的羊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们。